没错，这就是我2019年3月刚搬回来的时候，墙面都是绿的，地上瓷砖也是黑的，柜子后面杂乱不堪，桌上、床上都摆满了很多的杂物，这个根本就是仓库一样。现在我的房间长这个样子，那我是花了多少时间才让房间变成我想要的这个样子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ylan， 我是灵魂探寻者、人类图分析师、护理师、记录狂人，未来也会是一个滑雪教练。这个小房间里面到处都堆满了我妹在结婚之前住在这里一阵子，充满杂乱的东西。这一个房间的空间真的很小，把我的行李箱打开之后就没有走路的地方了。在我住进来之后，我开始整理，把桌面上、床上、衣橱什么都把它整理干净。地板也都重新刷过了一次，至少让我自己有个可以住的地方。1年之后，我真的是看不下去这个书柜，里面真的是太乱，把它重新整理了一遍。支撑书柜底下的铁架看起来随时都会崩塌，哪一天有地震它倒了，其实我一点都不惊讶。老房子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，但是你又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。有一次我在书桌前面用电脑，突然听到右边有声音，我转头去看，是一只大蟑螂。每一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，都会听到一些不知道是塑胶袋摩擦声还是昆虫走路声。这个声音很小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它非常困扰我。我忍耐了4年之后受不了，决定把铁柜给拆掉。发现铁柜的后面除了脏还是脏，还有一些小蟑螂，这让我毛骨悚然。铁柜搬走之后，后面的墙壁也是很可怕，因为屋顶上一直漏水，整个墙壁都是壁癌，剥落得非常严重。到了2023年1月，我决定做一件事，我要改造我的房间，变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。首先，我量了房间的长宽高，量了各个家具的长宽高，然后开始画图，上网去找自己喜欢怎么样的风格，家具怎么样摆饰，把每一个空间都用得淋漓尽致。房间是这样的拉门，甚至连个真正的门都没有。2019我从澳洲回来之后就搬回来这里住，这一间房间已经有10几年没有人住了吧，因为我妹要回来住，把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当时真的很乱，乱到一个我都就大概只剩床吧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东西很少，想说可以睡就好，毕竟我也常常不在家。但是越来越常在家之后，自己都很想要整理，但是因为那边墙壁有漏水，所以壁癌的很严重。这边屋顶都会漏水，这边黑黑的，下雨的时候都会漏水。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如果想要弄的话，我也没办法，它就像一条小河，这样流到外面客厅那边，8点在喷防水。然后现在的话，除非很大很大的雨，然后一直下很大，才会漏水。那个时候漏水，所以我爸就自己用了这个铁架当做衣橱，然后这边就是挂衣服，但是这样显得空间很小。自从我越来越窄之后，我就买了这张升降桌，然后还有电脑椅，这样就显得我的房间越来越小，空间就只有这样的走道。现在比较没有漏水了，所以我就决定来把墙壁弄一弄，然后房间重新整理一次，看看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空间应该比较大吧。原本想说一起拍的，但是因为这边的洞都比较大，之前漏水啊，这边都会土皮，哇，那边洞那么大，所以这个P图要 P 很久，要一天一天慢慢补，这样就我先拍啊，我就先补，然后到时候这些东西移走之后，我再来一次漆全部。如果你一直说我的房间很可怕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当时这也不是我的房间啊，毕竟这以前是仓库。住进来之后已经好很多了，是很期待我到时候房间长什么样子，到时候我就知道了。在漆油漆之前，要先清理墙面，要把所有的墙壁都擦过1遍、2遍，把上面的灰尘都擦掉。如果有凸出来的地方，也要把它刮掉，让墙面尽量是平整的。现在这就是我把房间净空的样子。这边这个原本的晒衣杆，我要把它拿掉，它后面是原本很会漏水的墙壁，我补了2天，还是乱七八糟，重新磨掉，再重新P图一次。你看这个洞，就是像照片那样子这么大。那这边的话，我是叫我爸做一个板子，把它绷起来，然后上油漆。这个铁架的话，我要把它拿掉，看看我整个房间空间会不会大一点。因为这个老旧房子，这个是接到厕所的水管，那我都没有办法。
这边门帘的话，我可能会看状况，我会把它上漆，如果上得去的话。刚才粘的这些胶带，为了等一下磨砂的时候不要打扫那么辛苦，我也是粘了很久。那我的磨砂机要出动了，看能不能让它之后好磨一点，好P图。真的还好，我爸是做木工的，他有磨砂机。我是第一次用磨砂机，我也研究了很久，就自己在那边慢慢试，看怎么样可以用，只要不要伤害到自己就可以了。但是因为没有经验的关系，所以我到处摸索了很久，也根本就是自己在乱弄，花了我很多的时间。除了自己的房间被弄得很乱之外，我还把客厅、饭厅全部都装满，因为我的东西都要搬出去嘛。我的桌子也挡住了他们房间的门，我的桌子也乱七八糟的。我爸每天上下班就是这样冷眼看着我忙东忙西，那他也不管我。那几天我差点要睡在神桌前面了，但我觉得这样太怪，所以我还是会把床拖回房间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面睡觉，就是这样整天搬来搬去。我刚才花了很久的时间，把这边的墙壁都磨一磨。原本想说像这种之前我乱喷那个防水胶的地方，要给它磨掉，但是我磨了这边，你看到绿色的地方都是磨的，这边，但像这种橘橘的地方，还是凹凸不平，算了，我放弃它。这两面墙先磨过，因为老房子之前我爸补的，你看这个都是凹洞，之前他也没有认真在磨吧，反正我就把它先磨一磨，再来涂防水漆完之后补土，再涂防水漆，然后再上漆。好，开始，希望这次放假可以完成。我把3面墙全部用磨砂机都磨过了，我已经忘记磨过几次，至少让它尽量平整。终于到达了下一个阶段，开始上防水漆。现在是 P 涂完之后，我已经上了2次防水漆。那我们要开始来上油漆了。你看这些都是洞啊，有够烂的墙壁。好，不知道这样忙了几天，终于到了可以上油漆的时候了。而上油漆之前，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要先把角落都先漆一次，才可以开始正式的上油漆。先把3面墙全部都上一层底漆，开始铺地板，很像是木质地板的地板垫，只是想要让它颜色好看一点。相较之下，这样的价格便宜很多。记得我在铺地板的时候，好像是半夜4、5点。这里之前是一个黑色窗户，然后很旧了，其实都没有在用，也不会开，所以我就叫我爸把它封起来。某一天我回来之后，我就看到这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洞。我的手都可以过去，我的天哪！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。然后这边这个线直接从下面走过来，我得想办法把它处理一下。还有上面这个线头，原本想说木头就是要用锯子，但是锯子太大只不好用，所以我用剪刀把它剪一个电线的形状，让木板可以服贴在墙面上，这样子木板跟墙面就可以完美契合。Nice。但当我要弄天花板的时候，上面并没有缝给我用剪刀剪，所以我用了1字钳跟锤子，想要把木板挖洞，让电线可以顺顺的走出来。我就这样敲着敲着，突然砰冒了一下火花，然后停电了。我打电话给我爸，原来我敲到下面的电线，把电线给敲断了，所以电线走火，天花板上都还是黑黑的痕迹。我根本是在帮自己跟我爸找麻烦。哎。原本说要把木头给拿掉，然后切电线的线，但是因为刚才我下面都弄好了，在弄上面的时候去敲到电线，就电线走火，不得不把它全部剪掉、拆掉，一切归零啊！不！Tomorrow， 这一面原本是窗户，然后现在钉了木板。右边有一个缝，所以又加了另外一个木板把它封起来。这边有洞的地方，我就用胶带把它贴起来，上面再贴容易上漆的那种贴在墙面上的胶，
我等一下P图完之后再来上漆，再看看效果会不会好一点。因为我不想要这边有洞，就像这边有个缝，全部贴起来。已经调好颜色了，我想要墙壁是灰色的，然后调了3种灰色，浅、中、深。最大面的这面墙要用晕染的方式，第一次做，但是我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。然后两边的目前是打算用浅灰色，这边的话就浅灰色、中灰色、深灰色，可能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因为是第一次自己漆油漆，墙壁的底色应该要漆个2-3层，但是因为我太累了，所以我只漆1层。那这种晕染的方式是台南多多告诉我的，那我自己试了试之后，我很满意这个结果。好了，我刷完了，终于整理完啦。这边是那个时候那个黑黑的窗户，然后木头2片木头变成2种颜色，上面再给它随便乱涂一下。然后这边地板上的话，水管原本是水泥色的，我把它涂成黑色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这一面墙是浅灰色，换这边。不知道这样看会不会很奇怪，不过看久了好像挺习惯的。这个是用海绵去晕染出来的，拍了很久，手很酸耶。这边的话，跟刚刚那一面墙一样是浅灰色，然后这边我就想要给它，就是也是乱涂一下。这边是用滚轮，然后这边刚刚这边是用油漆刷，很早就想要这么做了。Yes。如果放个床头旁边的柜子，不知道适不适合，反正就先刷了。明天要过年了，终于结束了。我花了好几天熬夜。噔噔，家具还没摆好。只记得那一年过年前，我真的是超级忙的，家具都先摆进房间之后，再来开始慢慢调整位置。因为升降桌真的是太重了，我帮它加了轮子，这样子我到时候要移位移到哪里去都很方便。光是这个铁架衣橱，我就研究了非常久，它的公分数、它的粗细，那它可以放在房间的什么位置，那我要几公分，那中间要塞衣服要用多长，这些我都要研究。所以我组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放式衣橱。在年底的时候 ，Uni 送我一张双人床 ，Nice， 所以我需要一张双人床架。在我精打细算之下，床架就只能在那几公分之内。床架跟桌子跟门槛都只剩下几公分，甚至没有距离，就是要这么的刚刚好。那现在这是我的房间啦，我的房间现在就长这个样子。后面的防水袋是因为又开始漏水了。所以我这样子粘着，水滴从屋顶往下流，会流过塑胶袋，然后还是会流到客厅去，基本上是不会经过我房间，因为它会走垫子下面。现在这个房间我非常舒服，非常满意，是我喜欢的简约风格，黑白灰，赞啦！如果喜欢这一期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会是对我很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